中美之間的這一場軍事之爭，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的是6代機，尤其是大陸的6代機，這個歼362號機這一次大改款，被視為是一個急速的進化，力拼2031年要成軍。那麼中國的6代機能不能橫甩美國4年以上呢？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的來做關心。這個是最新消息，美軍這一次恐怕真的是要緊張了，因為呢，大陸的第2架它的歼36原型機最新的影像再度的曝光了。大家看到說上面這一次不再只是一個小修小改而已，而是一個比較具有結構等級的大改款。所以被外媒這樣子做評論，他認為是明顯的它的進度遠遠的超出預期了。今天有3個關鍵他們大升級的點，帶觀眾朋友來看到。等一下會請將軍，因為是比較專業的一些術語名詞，等一下請將軍帶我們來看。升級的地方包括它的进氣道，這是第一個。第2個事情是它的發動機的噴管也是大升級了，它可以在高空低速失速的狀態下維持它的機動的優勢。另一方面，我們來看到它的試飛也變得更快更好了，1年內至少2架原型機，并且說已經進入到工程的驗證加上結構篩選的一個最新階段了。這是有關於這個殲36的進度，6代機。另一方面，美國呢，它的6代機 F-47，我們來看到雖然喊說2028年會做首飛，但是現在看起來完整的外形到現在都還沒有公布，所以呢，專家是這樣評論，認為說中美之間戰機的世代差距現在已經逐漸正式的被打開來了。殲36第2架原型機外形確實是跟第1架還是差很大的，所以我們會認為解讀會不會像是過去殲35那樣走1機2型？那麼量產前後的整體調整跟未來的戰力，將軍怎麼評估？我認為它是有一些改版。它第1架出來的時候經過試飛驗證，它可能在氣動力這一方面，還有推力這些方面呢，是有一些問題，然後來做調整。所以你看它的發動機的噴口，它已經讓它凸出來。為什麼？讓它的推力，讓它噴出來的氣流更順暢，那更有推力，更產生推力。所以這個時候，它把這個後面的發動機變成絞型發動機，讓它推出來一點點。它是這個樣，然後进氣道呢？进氣道它讓氣流能夠平順呢，它把它做了一個設計的更流線，讓它進氣的時候更能夠吸更多的氣，然後進入燃燒室，然後燃燒噴出去。所以它這個在推力優化，它做了這個。我們講到它推力的推力這方面，跟飛機的航程還有最大的速度是有關的。第2個，我們來看，因為殲36啊，它沒有垂直岸地面。我們看了美國 F-22，美國的 F-35。都有，中國大陸的殲20也有，中国大陸的殲35也有，但是殲36沒有。你看它是没有垂直岸地面，没有垂直岸地面在空中会飛行的時候會有偏側滑的現象。那側滑的現象呢，我們有一個 damper， 那個叫做輔助器，會幫你做校正。它那個電腦換算非常的快哦，大概每1秒鐘就大概換算100萬次，給你做調整。它的動哦，讓你看不出來，但是問題讓飛機能夠平順。但是問題是可能。它在試飛階段可能有偏側的現象，那有偏側現象怎麼辦？把這個我們知道了，它的垂直岸地面放在2個翼尖，左翼尖跟右翼尖，你看它凸出來了，是它讓它不會有在高速狀況下不會有偏側現象。你看那個飛機裡面那個針球儀哦，它不會擺動，不然飛機的話就是很穩定，這樣穩定。因為擺動的狀況之下，因為電腦換算還是有毫秒、微秒的時差，還是會偏側。那經過這個在翼尖的這個垂直岸地面的輔助器之後穩定了，因為它把它抓準了，那又沒有垂直岸地面，又有這個垂直岸地面的功能，我認為這是它加大的設計，是這樣。那最後一個，我認為它的是讓它的這個整個的機型哈，尤其是機翼把它優化，優化變成氣動力最佳化。所以我們來看這個殲36，它將來的如果要生產量產的話，它經過這2次。所以第2架也是原型機，原型機一定做測試，不是量產機，量產機還沒開始。那量產機完畢之後啊，才開始要訓練，才能夠完成 IOC 初級作戰階段。初級階段的時候，經過種子教官培訓出來更多的飛行員之後，才能变成達到 FOC， 變成全作戰階段。這個就表示這個成軍了，可以列入作戰序列了。所以它這有這個等次。那現在的只進入這個第2架的。我們講的測試的原型機，量產機還沒有開始，所以中國大陸它是穩紮穩打，它不要冒進，
它有穩當。那我認為殲36這個大量推出來之後，可能就要關掉殲11B， 它就不生產了。殲11，那你要關掉個生產線了，殲11B 它不生產了，因為殲10C還有外銷，但是殲11B 它可能就不要。那來把這些所有的生產線來做殲36，所以這第6代戰機可能在2-3年後就會形成作戰的能力。好，2-3年後形成作戰的能力。那我們來做假設，一旦真的成軍，接下來對於第一島鏈的衝擊到底有多大？請教楊老師。那另外就是也跟美國來做一個相比，因為現在外媒也推估美國的6代機落後大陸3到4年。2個問題，老師怎麼看？美國人自己推測，2028年6代機可以這個成型量產。現在看起來是倒過來，是中國大陸的2款6代機，說不定在28年能夠量產。美國到目前為止，它的6代機還真的連樓梯響都還沒有聽見。我們看到原先的設計圖推動了一陣子之後，又打掉重來。不過，川普還是堅持要做 F-47，因為他是第47任總統。可是兩邊的6代機的相比較，我覺得這還要時間去驗證。那但是呢，美國的6代機很顯然到目前為止，它没有跟別的國家的合作，所以到後來它如果要出售，或者是跟別的國家的合作，看起來不是這個方向。因此它做好之後，你現在如果講到第一島鏈，它會不會賣給日本、賣給韓國，像 F-35或 F-35B 一樣？我覺得這是一個大的問題。而日本、韓國願不願意去買這個美國拖延了這麼久而成效有限的6代機，那去跟誰打？我覺得日本、韓國可能也不這麼願意。可是，在中國大陸這邊，你看到整個從5代機、6代機在這個區域戰區的數量上，以及作戰的這個效能上，就很清楚。像上次日本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凌晨2點鐘開記者會，大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原來是雷達照射。那是呢，殲15跟 F-15這2款機就差別很大了。那殲15這個 F-15小泉，我們剛才看到。就是主持人拿那個手套，他大概只能拿那個手套，看着手套說要冷靜，要冷靜，不然我會被打。他其實是非常不冷靜的。那手套大概都撕了。所以呢，你這個飛機的差別就代表着你這個戰爭的勝負嘛。你現代的武器、現代的軍事就是如此。如果中國大陸在有6代機，2款6代機如果都能夠量產，而去支援在這個區域的5代機跟這個4代機、4.5代機的這個作戰的時候呢，那對於區域的拒止能力更會加強，以及在區域的制空能力上絕對會主導。而美國這個時候呢，6代機可能還在工廠裡面設計，還是在製造之中，不知道。好，另外一方面，我們也持續來看到這個，我們剛剛比的是戰機嘛，那我們現在也不只是比說這個戰機的性能跟它的設計，也來比整體的這個工業體系。今天關心的2個公司，第一個是沈飛，第二個是成飛也動起來。沈飛，我們先來看到最新消息，2022年他們打造的這個航天城的部分之外，2024年他們更是正式的進軍在低空經濟。那成飛呢？成飛則是一天徵地200多畝，說要打造空天裝配基地，做戰機也要做銜接航天、貨運航天飛機的浩龍計劃。漢庭怎麼看接下來對於殲36多大的這個研發跟量產的優勢？美軍還在畫大餅，中國已經試新機，6代戰機誰爭鋒？東方巨龍已騰雲。那到底大陸強不強？我們要聽美國人怎麼講。好，那當然了，美方他可能會刻意的放大啊，來凸顯美國自己要更加的努力。美國空軍作戰司令部前司令馬克·凱利將軍，還有空軍部長弗蘭克·肯德爾多次在聽證會和內部報告當中都說，美軍現在落後中國大陸，而且有3個扎心的現象。第一呢是進度恐慌，因為大陸已經先做出來了，我們的還在研究階段。大陸在第6代的戰機研發上按部就班，甚至在某些子系統的迭代超過了美國。所以美軍內部報告警告，如果呢下一代的航空權項目再因為經費而延遲，2030年天空的主人就姓鍾而不姓美了。而第2個是成本的恐慌，因為在美軍制造的第6代
戰機單價就要3億美元，哇，這是在打造黃金吧？那中國大陸呢？雖然價格沒有公布，但可想而知，經由工業化跟體系化的量產，一定成本是比美國還要來得更加的低廉。我們都知道，中國大陸最大的優勢，就不論發明什麼東西，最後都有機會變成白菜價。而再來第3個是技術迷航。就當美國還在搞優化，中國大陸已經在搞重構了。美國的空軍參謀他說要暫時暫停，並且重新評估 NGAD 次世代制空權的項目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發現本來美國自己研究啊，他們想象的6代機長什麼樣，結果發現呢，中國大陸想的六代機，而且呢發明出來的東西比他們想的更好。這個表示大陸在6代機的制定標準上搶佔了話語權。而且呢，提到了陳飛跟沈飛的大動作，這才是讓美國人更害怕的地方，代表中國大陸軍工已經進入了完整的體系化跟集群化的戰鬥模式。首先，空天一體，陳飛呢要搞航天城，不僅是做戰機啊，連貨運太空梭、浩龍都一起做。這表示未來的殲36可能不只在平流層飛，它隨時可以跟外太空的衛星、軌道器進行降維連線。甚至呢，產能我們說幾百畝地砸下去，這個不是為了種菜，這是為了要自動化的裝配線。所以美國現在造一架飛機，感覺像是在繡花，慢工出細活啊，因為它確實慢。但是中國大陸未來造飛機，就很可能呢是在印鈔票，一旦成型，就是鋪天蓋地的數量優勢。所以大餅畫得再圓，也飛不上藍天；PPT 做得再美，也擋不住殲36的閃電。好，謝謝漢庭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美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。